中年失业的丈夫用望远镜看到了妻子出现在猛男的家里，动作轻浮，不堪入目。于是他要捉奸拿双。这位丈夫无意间看到沙发上放着一个玩具望远镜，是儿子的同学米老虎落下的。鬼使神差，陶大刚伸手拿起了这个望远镜，抬手放在眼前，朝窗户外边随便这么一看，可不得了了。对面10号楼上的一个窗户里，自己的妻子聂小青正在与一个强壮的男人举止亲密，有说有笑。陶大刚使劲揉了揉眼睛，再看，哎呀，就是自己的老婆聂小青没错。她不是今天上午刚刚出差到外地去了吗？说是要1个礼拜才能回来，哈哈，原来是谎话连篇，欺骗我，偷偷约会情人啊，你这是。陶大刚数了一下那个窗户的楼层位置，迅速冲出家门。他要到对面10号楼上去，当面抓住妻子聂小青和他的奸夫。上了电梯，按下1楼的按钮，电梯迅速下行。刚走了一半，电梯突然一阵疯狂的抖动，然后停在了11层和12层中间，卡住不动了，灯光也没有了，一片黑暗。因为刚才出门着急，还忘了带手机，呵，怎么这么倒霉呀？在恐慌与愤怒还有无奈的情绪之中，煎熬了20多个小时，陶大刚才被解救出来。妻子聂小青搀扶着他回到家中。大刚，听说你被困在电梯里了，我马上就提前回来了。刚才儿子让他姥姥接走了，今晚上烛光晚餐给你压压惊，咱俩过一过2人世界。陶大刚看着语调温柔、眼神清澈、面容秀丽的妻子聂小青，开始怀疑自己。哎呀，我用望远镜看到的大概是别人吧？对，很可能是那个女人，跟小青长得比较像。小青这么好的一个人，怎么可能会做对不起我的事情呢？经过一个愉快的夜晚之后，陶大刚彻底对妻子放心了。肯定是我看错了，我俩感情这么好，再说了，小青就不是那种人。几天之后，妻子聂小青重新出差去解决上次没有完成的事情。陶大刚还是没有找到新工作，晚上回到家，看到儿子留下的字纸条：老爸，我上姥姥家去了啊，不用等我了。陶大刚有气无力的往沙发上一坐，想要抽根烟，扭头找打火机，眼神掠过窗台，眼睛余光看到了远处里10号楼的那个窗口，一股莫名的冲动涌上陶大刚的心头。他低头开始寻找那个望远镜，早没有了，大概是已经被儿子的同学米老虎给取走了。陶大刚不死心，转身穿好外套，走出家门，来到家附近的一个大超市，在户外运动专柜挑选了一个满意的望远镜。结账的时候才想起来手机又忘带了，还好口袋里有些现金，凑了凑，嘿，差1块钱。服务员，少1块钱行不行？收银员摇了摇头。陶大刚把衣服口袋全都掏遍了，再也没有找到1分钱。跟收银员说了一堆好话，人家态度坚决，让他可以明天再来。陶大刚心里这个气，老子现在急等着马上要用这望远镜呢，你让我明天再来，那怎么能行呢？眼瞅着超市要下班了，经理发现这边有情况，过来解决。问明原因之后，经理点了点头，没关系，给这位先生优惠1块钱吧。陶大刚拿着望远镜，兴冲冲、急匆匆、慌张张走出超市，往回家的方向连走带跑。身边有一辆白色小轿车驶过，从车窗飞出来一个烟头，可怎么那么倒霉，
烟头刚好被风一吹，飞进了陶大刚的脖领子。哎呀，这个烫啊，烫得陶大刚原地直蹦，可把他给气坏了，怒气瞬间就点燃了大脑，抡起手里的东西便砸向那辆白色小轿车。等小轿车已经走远了，陶大刚才反应过来，刚才被他投出去没砸到小轿车，摔在马路上的东西是刚刚花几百块钱买来的望远镜啊！陶大刚度过了一个不眠之夜，第二天重新买好了望远镜，早早的在家等着。到了晚上，10号楼那个窗口亮起了灯光，陶大刚把望远镜举在眼前，定睛一看，哎呀，真是没白买呀！这望远镜果然，妻子聂小青双手搂着那个猛男的脖子，正在兴高采烈地说着什么。陶大刚今天没敢坐电梯，靠双腿跑下了17层楼，又爬到了10号楼的15层，气喘吁吁，大声砸门，闯入屋内，举拳就打，正打在那位猛男的鼻梁子上，血光喷溅。陶大刚看到此时的妻子聂小青正在用手机打电话报警，他跨步上前，抬手打掉那部手机，揪住聂小青的头发，举拳想打，却有点下不去手了。怎么？他不忍心打老婆。正在这一犹豫的功夫，那位猛男从陶大刚身后冲了上来，一个侧背摔，就把陶大刚给放倒了。这时候有2位保安闻声赶到，拉走了陶大刚，把他交给了派出所。陶大刚被拘留了。说什么人家警察也不相信他，严重怀疑陶大刚有精神问题。陶大刚非常的愤怒，后来慢慢的有些绝望了。3天之后，妻子聂小青前来领人，签完了字，带着丈夫陶大刚走出了警局。大刚，你这是怎么了？是不是最近一直找不到工作，压力太大了？你不用想太多，天无绝人之路，就凭你的技术，你的能力，会有一份好工作的。陶大刚把眼一瞪，聂小青，你不要避重就轻，说吧，什么时候跟10号楼那个男的好上的？聂小青并没有正面回答，只是苦笑了一下，然后无奈地摇了摇头，拉着丈夫陶大刚来到了10号楼15层的那户人家。开门的还是那位猛男，奇怪的是，屋里还有另外一个女人。陶大刚这么一看，是大吃了一惊。只见这个女人个头、身材、发型跟妻子聂小青几乎是一样，就连那脸型啊也是十分相似。感情还真是，陶大刚因为压力太大，精神都有些恍惚了，竟然把这对邻居夫妻看成了自己的妻子在偷情。陶大刚连声道歉。猛男邻居搂着自己妻子的肩膀，对陶大刚一笑，没关系没关系，不打不相识嘛，啊，哈哈哈哈。回到家，妻子聂小青娇嗔着埋怨，哎，为了你，我2次出差都是到一半就跑回来了，再这样下去，恐怕我的工作也保不住了。陶大刚只好是十分抱歉的对妻子说了声对不起，正想给聂小青一个安慰的拥抱呢，手机铃声响了，一家新的公司主动联系陶大刚，请他去做质量监督员。